做个小调查，在广州生活的北方人，你有没有偷偷模仿过这个聲音，用粵語去報地鐵站名呢？下一站係本次列車嘅終點站嘉禾望崗，可換乘3號線、14號線。反正我是干过啊。而在所有的地铁站里面，最有故事的那一个，可能是嘉禾望岗。作为换乘站，它是通往机场和高铁站的起始，代表离别；作为目的地，它也可以代表新的希望。嘉禾望岗，甚至整个白云区，都是年轻广漂们开启新生活的圣地。一出地铁闸机，就感受到了丰饶的搞钱气氛。年轻的小哥埋伏成2排，有人经过就摔杯为好，推销打车软件。地铁站外，摩的佬伺机而动，全都是好现象啊，不免令人怀疑这里年轻人肯定特别多，而且是个有流量的地方。在海珠和天河区的很多城中村地铁站，已经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了。附近的其他几块空地，未来会建设成高层住宅，还有山姆超市。其他城市的人如果忽然在这买了房，可能对旁边的城中村都会不太习惯。但不可否认，这就是白云区2025年原本的样子。城中村像一条光谱，连接成片，难以分割。咱们的目的地在嘉禾望岗地铁站的西侧，我将穿越彭边村和望岗村，好好领略一下为什么说白云区的城中村更宜居。从地铁站出来走200米，就看到一条小河。这条小河其实是一条泄洪渠，源头是白云山的磨刀坑水库，也叫做白云山南湖，水质应该差不到哪里去啊，4舍5入这也算是珠江。那么旁边的这些房子就是江景房了。这块区域特别有意思啊，它大概是一个长度150米左右的小方块，与其说是城中村，不如说像乡村里的小区，因为特别整齐啊，道路横平竖直，楼距的宽度能开进去卡车，许多楼都超过了9层，更高的可以去到12层。有意思的事情就在于，这个地方它属于望岗村，在以前的城市化建设中，这里先从一片农田变成农畜产品交易市场，再往后又被拓宽的马路彻底截断，于是现在看它就有点像望岗村的一块飞地，留下了城市变迁的痕迹。在地铁站附近的楼盘盖好以前，村民们的乡村公寓接纳了前来打工的异乡来客。现在我的左手边是一所学校，右手边是一栋特别高的楼，有13层。这栋房子大概就相当于曾经深圳的帝王大厦，纽约的中央公园塔，它足以俯瞰整个嘉禾望岗。1个月我估计花1000多块就能住进去，普通打工人能够负担的价格，就能体验到曼哈顿成功人士的快乐，非常棒啊！从帝王大厦走过一个转角，就进入到真正的城中村了。这条路叫做禾木岭街，仍然属于望岗村。街道的布局有点像一条带鱼，在主干道的2侧有一些小径，通往街边的公寓，但是这些小路走不了几步就会到达尽头。乍一看和普通城中村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多逛一会儿，就会发现这里新房子特别多，公寓也更漂亮。很显然，民间资本用脚投票，纷纷压住了嘉禾望岗。在这里逛，就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受。你看这公寓多棒，每间房都有阳台，而且防盗网也更加漂亮。隔壁这栋也在装修，等全都完工了，估计就和这个公寓差不多了。我想问一下，这边租房大概多少钱？我租的那个1100，一房吗？还是带厅的？大单间。大单哦，那还行。然后这边一房的，没有一房吧？没有一房，多数都是带厅的吗？不是，就是都大单间是吧？哦，明白明白。
然后顶楼有几个两室一厅的。顶楼可能贵一些，2室1厅。对，两室就贵一点。2室大概要去到多少？是之前1800。1800。我父母来的时候租过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好，谢谢。打扰。这个应该是之前是公寓改的，所以可能贵一点。这种民房就便宜点吧，有几百块钱的。哦，还有几百的。这种民房，像那个吗？有牌子。上那牌子。明白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看样子，装修好一些的公寓得去到1000多块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算贵还是便宜呢？离开小巷子，重新翻回到和睦岭街，我和一个便利店的大爷聊了一下。他的店刚开业不久啊。大爷以前在海珠区的康乐村，现在跑到嘉禾万港来做事了。根据他自己的评估啊，还需要1年半左右，他的门店就可以回本。有没有懂便利店的朋友？这个回本周期是什么水平？放在广州的城中村里面，应该可以排进前列吧。继续往前走就到大马路了，咱们往左边拐，去彭边村看一看。这2栋楼也很高啊，右边这栋有10层、11层的样子，左边的好像改造过，以前似乎有窗，后来应该是改了房型，给砌成墙了。再往深处走，是一片做外卖的门店，各个地方的菜系全都有啊，还包括在广州很少见的老北京外卖，牛肉饼加砂锅粉，以后有机会去北京尝一尝正宗的。这边全都是老韩国外卖。这里应该是和睦岭街比较窄的巷子了，和其他村也差不多，但是路很直。从小巷子钻出来，就到了上盛东街。这条路和刚才的和睦岭街是平行的，仍然算望港村。继续穿越一条很宽的路，叫做彭上东大街。这条路非常有意思啊，路两边的公寓特别漂亮，都配了阳台，很像大学里的宿舍。但是在公寓的隔壁是一些厂房，你看这个楼和隔壁的厂房都连到一起了，这也是嘉禾万港的特色之一。咱们往前走啊，这种特色会更加明显。彭上公园，彭边村与万港村的分界线，对于一些人而言，也是工作与生活的分界。公园门口的路通往村里面的产业园，这片园区超过10万平米，和彭边村的核心区差不多大。而在工厂的外侧，又是另一片公寓以及住宅小区。工业园就像汉堡里的番茄酱一样，被城中村的住宅夹在中间。村中有厂房，厂房旁边有住宅，这种景象也曾经出现在天河、海珠、番禺区的城中村。在早期的城市化进程中，村落外围有空间做规划，反而更容易出现工业园、更整齐的住宅。总之啊，市场需要什么，城中村就会变成什么样。也正是因为这种城中村的自贸区出现在靠近街区外侧的位置，而且产权更集中，所以在后续的城市化进程里，反而更有可能率先被拆除，留下产权分散而又凌乱的握手楼，最终被摩天大楼包围。这就是广州城中村常见的生命周期。比如天河区的石牌村，现在就被高楼包围起来，像一个迷宫。但由于它是从自然村演变过来的，也因此保留了很多祠堂，保留了村里面原本的社会关系。嘉禾万港是石牌村的过去，而石牌村也有可能是嘉禾万港的一种未来。离开产业园，再去看看生活区。这条路其实挺宽敞的，但是它两边的楼又高又密，于是世界比例就会拉得特别夸张。如果再多挂一些霓虹灯，
就给人一种身在香港的感觉。嗨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在这边租房大概要多少钱？看你要怎么找。比如说大阳台的，但是房间不需要太大。啊，对，最好有一房一厅是吧？对。那个1800。哦，1700、1800哦，那还是不算便宜，很贵，是吧？你要有阳光你就很贵，光线很好。那这边是不是工作是比其他区好找一些？拍照吗？我没有录你，我在拍其他地方。啊，工作很好找。工作很好找是吧？那难怪，感觉比其他海珠那边要贵一些。我刚上去看房。啊。感觉很好，不错。好找吗？感觉？找是好找，但是看你要求高不高咯。那倒也是。阳光，你的光线很好的话就加钱咯。好，谢谢啊，不打扰，拜拜。房价高恰恰是好事儿，说明住在这儿的人，他们的收入是看涨的。而且刚才过来找房的情侣也觉得白云区比较好找工作，我没有问人家是做什么行业的，印象里白云区的美妆、服装、电商、跨境行业是比较发达，都是时下竞争比较激烈，但同时也比较适合年轻人搏一把的行业。既然已经到了旁边老村，那咱们就逛一逛这边的小巷子，七拐八绕，很容易迷路。在旁边村闲逛的时候，我有点迷路。这个社区公园，我现在找不到它确切的位置了。2、3年了没通过。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在村子的深处，居然能有这样的设施。又有2栋正在施工的楼啊，直接贴上墙砖了。这种建筑材料很少在城中村公寓里面见到，占比我估计肯定是低于10%的，因为一般都舍不得用。日落公园的地标刘氏宗祠。祠堂在风水上有讲究啊，需要修建在依山傍水、视野开阔的地方。于是，当乡村变成了城中村，祠堂附近就会有广场、公园、池塘，变成公共活动的空间。我在旁边村还见到了叶氏、彭氏的祠堂，都是在主干道的附近。彭氏宗祠刚好开放，于是参观了一番。根据碑记的记载，彭边彭氏是从黄埔的毛岗村经龙眼洞、磨刀坑、茜补，最终在彭边定居。茜补这个地方以前没有听到过，估计就在嘉禾万港附近。不过龙眼洞可能就是龙洞，磨刀坑大概就是白云山路的那个磨刀坑。彭氏的先祖
有可能是按这样的路线从黄埔迁徙到了白云。祠堂庄严而恢宏，有很大的一片院子，院子里面还有鱼池。祠堂里面有很多老人家下棋聊天，这个也是城中村祠堂的常见景象。平时是休闲活动的场所。一会儿咱们去到马路对面的望岗村，那里的祠堂有意想不到的特色。望岗村给我的第一印象仍然是楼特别高。从这个广场看，附近的村屋甚至有点香港街景那种又美又乱的味道，很像唐楼。其实啊，香港的唐楼和广州城中村还是真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的。他们都是专业地产商降临以前，民间投资者针对微小的土地单元所做的开发。但是区别在于，香港唐楼的物权比广州城中村更加复杂。广州城中村一栋楼属于一户人，而香港唐楼它是每一套房间都属于不同的权利人，所以唐楼想要改建或者拆了重新盖就贼麻烦。这也让香港的部分街区在外观上有点像低密度版本的广州城中村，也让街景更有人味儿，更赛博朋克。每一栋唐楼都是城市的化石。所以说啊，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想，只要脸皮厚，完全可以把嘉禾望岗想象成香港和澳门的平替。你看这个路就特别有特色，宽度能并排走2辆车，两边的人行道特别窄，就很像澳门的街道，逛一逛还是很舒服的。街坊们如果上一些繁体字的招牌，再多挂点霓虹灯，开几个咖啡店、茶餐厅，卖猪肉脯，说不定就火了。走到望岗幼儿园，再往右边拐，这里就可以从澳门路走进望岗村的深处。这个升降杆就相当于海关啊。嘉禾望岗的施工点太多了，到处都是新盖的房子。你看远处的楼群就像一块芯片一样，密密麻麻的全都是房子。但是注意看啊，有2个特别漂亮的楼，带阳台还有落地窗，可以俯瞰这边的夜市商圈。这2个楼一看就比较新了，旁边的楼比它俩就陈旧一些。所以说在广州城中村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施工，你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忍受好噪声。给大家感受一下这边的声音。望岗村的祠堂也非常有特色，村里面有一条内环线，全长1.8公里左右，沿着它走一圈会遇到9座黎氏宗祠。我参观了其中的4座，这4座祠堂里有2座都叫做黎氏大宗祠。一般如果叫做某氏大宗祠，那么这个祠堂就是正祠，代表一片区域里面最高级别的宗祠。那么望岗村的其他7座宗祠是不是供奉氏祖的支祠呢？还不一定。我参观了康陵黎公祠和鼎兴黎公祠，这2座祠堂所祀的神主仍然是始祖身份，而不是氏祖。也就是说，这2座祠堂也是正祠。作为北方人，我就特别困惑，后来费了好大劲儿，终于给搞明白了。这里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，望岗村就有点像霍格沃兹。曾经有8位始祖在这块土地开基建村，经过几百年的繁衍，8位始祖的后裔成为了现在望岗村的原住民。于是望岗村曾经就拥有8座正祠。这8座正祠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血缘共同体，就类似于霍格沃兹的学院，每个学院都有独立性，但在文化上又是同源的，合到一块儿，又构建起了一个更庞大的共同体。2005年，8座正祠中只有5座留存下来，望岗村也远比700年前更加的广袤繁荣。来自异乡的打工人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消费，与村民们继续谱写着望岗史诗。
四火局是岭南特色，大概是指民间的音乐聚会，一般表演民俗音乐。听说这里有那个叫四火局是吗？这个四火局啊，对，我过来看一眼。收工啦！收工了。哎好，刚才已经看了好一段了，非常棒。随着四火局的收工，打工人也下班了，街道立刻就变得车水马龙，走轨道纷纷出摊儿，到了晚上会更加繁荣。基本上所有的主干道都变成了夜市街。来，下次扫码看一下。路边摊甚至可以延伸到村子外围的马路边，每一寸路面都在做生意。货架摆出来就是服装店，有2张椅子1张桌就可以开美甲店。万岗村的生活远远算不上高级，但是在现实层面，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好的城中村了。结尾啊，我带大家感受一下这里拥挤的街道，也祝愿在嘉禾万岗生活以及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，在未来能有好运气。我在想，他们是不是有的是帮人家做那个连锁店啊，还有什么的？有什么感觉好像到了景区，在那个。对呀，我感觉怎么办？像这一家，我同学这里可以跟他们讲个话。我们有跟他们老师说，就是说那个。